运行大模型的推理速度相较于英伟达 H100 GPU 提高了10倍，单位推理的成本却降低了 80%。在2024年11月份的测试中，搭载 Group LPU 芯片的系统，在运行 Llama 3.1 70B 模型时，实现了每秒将近1665个 tokens 的吞吐量，比传统的 GPU 每秒40个 token 的速度提高了整整一个数量级。而就在最近，在去年已经火爆全网的高性能 AI 推理芯片，初创公司 Grok 再次宣布，他们正式接入了 DeepSeek R1 模型，旨在利用 LPU 强大的推理能力，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性能的 AI 服务。是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在这几天，全网的舆论又开始疯狂了呀，甚至喊出了口号 DeepSeek 已是前菜，新型 AI 芯片 LPU 才是真正的王炸。这几天我在 Grok 官网的 Grok Cloud 平台也测试了一下其提供的 DeepSeek R1 70B 的版本，就如我这里演示的一样，不得不说啊，这个吐字速度确实快得飞起啊，比我现在本地工作在用的2080 Ti 44B 火桥版的 DS32B 无论是推理速度还是事实精度上的表现都要更加优秀。那么这个 LPU 芯片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它是镜花水月，还是下一代 AI 硬件架构发展的新方向呢？能够打破英伟达 GPU 的垄断吗？ DeepSeek 与 LPU 的结合会给当下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国产大模型带来哪些变革性的突破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首先，什么是 LPU？LPU 的全称是 Language Processing Unit， 顾名思义，它是专门为处理自然语言任务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硬件处理器。与我们熟悉的 GPU 不同， LPU 并不是为了渲染图像或者执行通用计算任务而设计的，更加专注于自然语言理解、文本生成相关的 AI 任务。我们知道 GPU 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处理电脑上图形渲染任务而设计的，一颗 GPU 通常包含了成千上万个小型计算单元，非常擅长于矩阵并行运算，能够同时执行大量简单任务。正因为这种架构非常适合图像处理、数学模拟，如今被广泛应用在了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和推理领域。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把 LPU 芯片理解为一种专门为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设计的新型 ASIC 处理器。如出所示LPU 采用了一种顺序处理架构，其特点是核心数量较少，但每个核心则更大更强。以 Grok 公司推出的 LPU 为例，其核心采用了 TSP 架构，这种架构针对顺序数据流进行了深度优化，非常适合处理语言模型中的序列化任务。我打个比方，大家就能更好理解了。我们可以笼统把 GPU 理解为一个多功能的交通枢纽，类似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大型交通网络。在这个系统中，你可以看到自行车、行人、汽车、火车、摩托车，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这个系统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它可以支持日常通勤、货运物流，也可以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当然，这种多功能性也可能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匀，甚至导致交通拥堵。相比之下， LPU 更像是一个高度优化的高速公路系统，它专门为 NLP 任务而设计，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这条高速公路只允许特定的车辆进行运行，并且通过封闭式管理和高效调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干扰和延迟。所以在需要处理大量序列数据的任务中，比较典型的就是 AI 推理任务， LPU 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延迟。此外呢，在内存架构上， LPU 的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从图中也能看出，不同于传统的高性能 GPU 依赖于 HBM 高带宽内存技术， Grok 这款 LPU 通过将高带宽片上 SRAM 直接集成到芯片内部，大幅度优化了内存访问的效率，将关键的数据，比如说模型参数和中间计算结果储存在片上 SRAM 中，从而大幅度减少对于外部存储器的依赖。这种设计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内存的访问延迟，还显著提升了整体计算的吞吐量，为大语言模型的推理任务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设计路径。这里敲黑板其中LPU 芯片对于 SRAM 的应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所以我这里还是要花点时间和大家大概科普一下。目前在半导体存储器的类别中，比较常见的存储器大致分为两种，分别是异时性存储器和非异时性存储器。所谓的异时性
简单来说就是通电的时候啊，数据可以一直保持，一旦电源关闭，存储器中的数据啊就会被清除，而非意识性存储器指的是在断电后仍然能够保留数据的存储器类别。一般来说，相较于意识性存储器，非意识性存储器的读写速度通常较慢。其中意识性存储器啊又分为 SRAM 和 DRAM， 这里的 S 啊指的是 static， 也就是静态随机存储器， D 指的是 dynamic，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又分为 ADRAM 和 SDRAM， 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 MDDR、LPDDR、GDDR 以及目前在 AI GPU 领域起到关键作用的 HBM。 从工作原理上看， DRAM 是由一个 MOS 管和一个电容组成，来存储1 bit 的数据。由于电容会逐渐泄露电荷，因此需要定期刷新，通常是几毫秒一次，来维持数据的正确性。而今天的主角 SRAM 也是一种意识性存储器，它通常是由6个晶体管组成，其中4个 MOS 管构成2个交叉耦合的反向器，形成正反馈环路，用于存储数据。另外2个 MOS 管则作为选择器，控制读写操作时对于存储单元的控制访问。我们会发现，因为它不需要使用电容，从而在电源持续供应的情况下，无需刷新即可稳定的保留数据。正因为 SRAM 不需要周期性的刷新操作，顾名思义，它也被称之为静态随机存储器。并且因为 SRAM 的内部没有电容，所以在过去通常用作处理器内部的 cache 使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还是拿交通作为比喻吧。 LPU 芯片上使用的 SRAM，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在特定的封闭高速路上设置的专用的高速服务器和充电桩，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车辆数据频繁的进出高速入口而浪费时间。这种设计使得 LPU 在处理自然语言任务时能够以更低的能耗和更高的效率完成推理任务。当然这里也是有代价的，一方面呢成本更高，内存容量也会更低。我知道聊到这里有朋友肯定会发现原来如此所以所谓的 LPU 芯片是不是目前广受关注的存算一体技术的一种具体应用呢？确实如此在传统的缝合一半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存储单元和计算单元是分离的，这就造成了存储器单元和计算单元之间数据搬运的效率出现了瓶颈，这就是所谓的著名的内存墙的问题。是的， LPU 直接在芯片上采用了脉动阵列架构，集成了 SRAM 存储单元，可以被看作是为了突破内存墙而专门为大语言模型推理设计的一类 SRAM 存算一体芯片。那么我介绍这么多， LPU 芯片似乎确实有着惊人的潜力强大的 DeepSeek 加上强大的 LPU 组合，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爆发特别是当国产大模型遇到算力瓶颈时， LPU 似乎是一条可行的突破路径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面向未来的 AI 算力领域， LPU 芯片真的能比GPU 更加具有发展前景吗？这里呢我还是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和网络上大家能够收到的有关 LPU 大量炒作炒股的财经文章不同我站在一名专业的工程师角度，对于 LPU 的前景还是持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这里和大家总结了大概3点关于 LPU 芯片的3个比较大的瓶颈。首先，第一个瓶颈是内存容量的一个瓶颈。我们还是拿 Groq 举例目前单颗 Groq LPU 芯片集成了约 230MB 的 SRAM， 假设采用了权重调度的一个优化，将高频访问的参数驻留在 SRAM 中，100张 LPU 的疯狂堆叠，总容量也就大概 22GB 出头，勉强能跑个 DeepSeek R3 的 32B 模型。参照现在 Groq 官网的一个报价，100张 LPU 的成本大概是在300万美金左右，那么几千万人民币的一个硬件成本就能跑一个 32B 的真流模型，这个成本确实有点过于高了。同时呢，这里面百卡千卡的一个互联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的 L3、L4 的 cache。 那么 LPU 是如何做芯片间的互联的？这里面的互联带宽的瓶颈怎么解决呢？进一步说即便是 LPU 堆叠互联能够达到疯狂的一个吞吐率，但是当模型要访问外部数据时，
embedding 外部存储时，或者访问互联网的热数据时，肯定会造成实际的 token 生成速度出现骤降，甚至不及 SRAM 巅峰性能的1/1000。从这个角度SRAM 并没有比 HBM 有太多的性价比然后第二个瓶颈是工艺技术上的瓶颈。由于 SRAM 采用的是6个晶体管的结构，虽然目前工艺相对已经成熟，但是14纳米、7纳米基本上已经是 SRAM 微缩的一个极限了。在7纳米或者更小的节点，由于量子隧穿的一个干扰单元的稳定性和读写性能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目前7纳米节点 SRAM 每 MB 的成本大概是在 0.8 美元，是同类型同等工艺低乱的价格的大概成本的8到10倍。虽然现在已有 3D V-Cache 堆叠技术，但是成本和工艺的瓶颈依然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是第三个大的瓶颈，也是最重要一点那就是路径依赖的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呢 LPU 芯片还是属于专用芯片的一个范围， ASIC 在某些特定的方向上比通用芯片更加优秀，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着专用芯片就一定比通用芯片更好用、更能用。简单来说，在目前 AI 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当下，过于依赖某一类专用芯片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比如说 Groq LPU 最初动脉阵列就是专为 Transformer 阵列层加运算优化而设计的，但是有数据显示，在运行 MOE 架构时 LPU 的效率会下降 40%， 在多模态任务中 ResNet 50图像处理速度仅为 A100 GPU 的1/3，显存带宽的不足会导致视频处理几乎不可行，并且在比较复杂的大模型训练领域，图像处理、多模态任务等其他 AI 方向都很难与多功能的 GPU 相匹敌，短板太过于明显。这注定了 LPU 只属于特定领域的少数用途，而未来人类的 AGI 变化是多样的，也许大模型是可行的路径，也许在明年又有新的范式出现， DeepSeek R2 可能又有新的特性，甚至有可能不一定沿用 Transformer 架构。如果压住 LPU， 路径锁死的风险是非常之高的，这大大不利于如今不断创新、不断变化的 AI 生态。是的，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都是爱学习的同学今天这些视频确实比较枯燥，但是我很有自信的认为内容还是比较扎实的，应该是全网关于新型 AI 芯片 LPU 讲解相对全面的一篇科普视频了。现在在网络上关于 LPU 的信息相对炒作的有点过头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谨慎判断了，也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能够给大家了解 LPU 芯片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最后做长视频不容易，还没有点赞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